川普总统再出狠招，这次直指中国科技命脉。4月14日，美国商务部将根据232条款，对进口半导体和医药产品启动国家安全调查。这是继对等关税政策后，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又一次致命打击。232调查意味着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美国认为中国的芯片和药品威胁了美国国家安全，不管你降价多少，不管你如何提高效率，我都可以以安全为由直接封杀你。这不是普通的贸易摩擦，而是美国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斩首行动。先看芯片产业。根据中国工信部统计，2024年中国芯片进出口总额高达 3.5 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出口占到 42%， 对美出口更是高达800亿美元。而现在，随着232调查的启动，这些数字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·卢特尼克毫不掩饰地表示，这些产品将在1-2个月内征收特别聚焦类关税。特别聚焦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美国精准打击中国的薄弱环节，对普通产品征收 54% 的高额关税，对芯片这类高科技产品甚至可能征收 70% 以上的关税。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悲观地说，如果真的实施 70% 关税，我们的芯片厂可以直接关门了。技术差距加上高额关税，中国芯片在美国市场将彻底消失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这次调查的范围不仅包括芯片，还包括半导体制造设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根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协会数据，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高达240亿美元，占中国芯片设备采购总额的 35%。一旦美国切断设备供应，中国芯片产业将陷入瘫痪。一位中芯国际的内部人士透露，我们厂区的几条先进制程生产线严重依赖美国设备，如果断供，产能可能下降 60% 以上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预测，芯片产业受创将直接导致中国科技行业失业率增加 3.5 个百分点，涉及就业人口超过120万。医药行业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。长期以来，中国依靠低成本优势，在全球医药原料药市场占据主导地位。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医药出口总额达到了900亿美元，其中对美出口占比高达 28%。而现在，这250亿美元规模的对美出口市场可能将在一夜之间蒸发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恒瑞医药高管透露，如果美国对原料药征收 50% 的关税，我们的利润将全部被吞噬，甚至还要亏损 20% 以上。更糟糕的是，原料药出口一旦受阻，国内的药厂也将面临巨大冲击。根据国家药监局最新数据，全国有4500多家原料药企业，雇佣员工超过200万人。如果美国市场彻底封闭，至少有1500家原料药企业将在半年内倒闭，直接导致80万人失业。川普的杀招远不止于此。他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明确表示，在即将到来的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中，我们将对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进行调查。注意这里的关键词，整个电子供应链。这意味着从芯片到电路板，从电子元件到整机组装，美国将全面封锁中国电子产业链。根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会的统计，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，产值超过14万亿元。如果美国切断整个供应链，中国电子产业至少 30% 的产能将闲置，直接导致600万人失业。在珠三角、长三角这些电子产业集聚区，工厂倒闭、工人失业的场景将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加触目惊心。更让中国心碎的是，
美国还有意识地在给中国设置陷阱。4月11日，美国突然宣布对智能手机、电脑和存储芯片等科技产品豁免对等关税，这看似是给中国科技业的喘息机会，实则是更大陷阱的开始。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·卢特尼克直言不讳，这些产品不受对等关税的影响，但他们被包括在半导体关税中，大概1-2个月后就会实施。这无疑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策略，先给你90天的宽限期，让你以为危机解除，然后突然祭出更严厉的232条款，一举摧毁中国的科技产业。苹果公司的动作更是表明，中国科技业的灾难已经无法避免。日经亚洲新闻爆料，苹果正在利用90天关税宽限期，疯狂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和越南。一位供应商高管透露，我们被要求尽可能将所有零部件空运到东南亚和印度，这就像客户正在把所有库存都卷走，运出中国一样。更触目惊心的是，苹果计划今年在印度生产至少5000万部 iPhone， 几乎占其全球产量的25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仅苹果一家公司的产能转移，就将导致中国电子制造业损失超过500亿美元的产值，约15万工人将因此失业。业内人士爆料，位于中国境内专门组装 iPhone 美国机型的中国生产线已处于停产状态，这意味着从2季度开始，所有出口美国的 iPhone 将全部由印度生产。这一消息对中国制造业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根据中国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的数据，苹果产业链在中国直接及间接创造了超过500万个就业岗位，仅深圳一地就有超过300家企业依赖苹果订单生存。如今，这条黄金产业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崩溃瓦解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北京试图阻止供应链转移的努力也徒劳无功。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，虽然中国海关加强了对生产设备出口的检查，但这反而刺激了苹果加速转移的决心。一位苹果组装厂高管无奈地表示，从中国出口设备是一个持续的挑战，这种限制不仅没能留住苹果，反而加速了其撤离的步伐。根据分析师预测，到2025年底，苹果在中国的产能将从目前的70%降至30%以下，相当于整个广东省电子制造业产值蒸发近1万亿元人民币。半导体协会的数据更让人绝望，全球芯片销售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，其中中国市场占比高达35%。而如今，随着美国232调查的启动，这个数字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暴跌50%。更可怕的是，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预测，一旦美国对芯片征收50%以上的高额关税，中国芯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彻底丧失，至少300家中小芯片设计公司将在半年内破产。制药行业同样惨不忍睹。美国市场一直是中国医药企业高利润的避风港。根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的数据，中国每年出口美国的原料药利润率高达25%，远高于国内市场的8%。而现在，这一高利润市场即将关闭。多位分析师警告，一旦美国对中国医药产品加征关税，中国医药出口企业利润将蒸发80%以上，至少40%的企业将在1年内倒闭。回顾中美贸易战的历程，这次232调查无疑是美国投下的核弹。从2018年第一轮关税开始，中国对美出口从4700亿美元下降到如今的3500亿美元，减少了近25%。而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，如果232调查导致芯片和医药行业被制裁，中国对美出口将进一步萎缩1200亿美元， GDP 增速可能下滑1.2个百分点。这对本已脆弱的中国经济来说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
中国的反击能力几乎为零。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美国对中国芯片出口仅为170亿美元，医药出口更是不足50亿美元。即使中国实施对等报复，对美国的伤害也微乎其微。更糟糕的是，中国对美国芯片和医药产品有着巨大依赖，贸然反击只会伤及自身。一位中国商务部内部人士无奈地表示，我们几乎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美国的大棒落下。更令人绝望的是，美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，中国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小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这些芯片大国已经明确表态支持美国的芯片政策，就连印度、越南这些新兴市场也趁机抢占中国的市场份额。根据彭博社的数据，2024年越南电子产品对美出口暴增47%，印度增长32%，而中国却下降了15%。全球供应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重组，而中国正被排除在外，外资正在加速撤离中国。根据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，仅3月份，外资从中国股市撤资就高达380亿美元，创历史新高。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投行纷纷下调对中国的投资评级，建议客户减持中国资产。一位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美科技战已经从贸易层面升级到国家安全层面，中国科技产业可能面临长达10年的凛冬。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已经来临。